大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燕莹好，大家好。好，昨天有给您报道了，说在印度这边发生了印度航空的一起空难意外，造成200多人的丧生。在刚刚最新消息，同一家航空公司印度航空在泰国普吉岛机场这一边呢，也传出有一架156人的客机起飞之后呢，说发现飞机上的厕所里面有一张炸弹威胁纸条，所以呢绕了一圈之后紧急折返。降落在普吉岛这边的机场。那目前呢，安检单位正在进行全面的盘查，也要来了解的是到底问题发生在哪。不过这一次呢，发生这个炸弹威胁的航班是空巴 A320-251N 型飞机，跟昨天的这个波音飞机呢是不一样的。昨天这一起波音787客机的坠毁意外，目前知道是机上有241人罹难。看到的是当时事发的这 CCTV 的画面，这个飞机起飞其实呢才差不多30秒的时间之后，突然之间它慢慢的往下坠，然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前方其实呢是医学院学生的宿舍，就这样往下直接坠毁在民宅当中。当时一团火球四起，飞机上240多人，造成了241人罹难。在当时呢，其实有这么一位生还者，他的位置就在逃生口的旁边，就在11A 的座位。他的讲法是说呢，他其实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起飞30秒之后，飞机就发出了一声巨响，然后就坠毁了。我们也告诉您，刚刚呢，这个飞机坠下来的时候，它是撞上了大学宿舍，宿舍里面呢也造成了5名学生死亡。那目前呢，波音的讲法是因为787第一次发生了意外，所以呢，他们说要紧急的、努力的收集更多的资讯，而且呢，他们讲的是机组人员、乘客、第一线的紧急事务应对人员，他们都会与您同在。但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一次梦幻客机会发生意外？因为呢，现在你透过刚刚的画面可以看到，是飞机起飞的时候，专家看到了起落架为什么没有收起来？这个大家就觉得很奇怪。然后飞行员也推测，有没有可能因为它是很缓慢的往下沉，是不是2个引擎都没了动力，反应来不及啊？又或者之前其实也很多起空难意外是因为遭到鸟击，如果是鸟击，引擎吸进去鸟的话呢，很有可能也会因此失去动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现在呢，必须要请专家好好的来研究以及探讨失事的意外原因。这一架787呢，其实才刚刚庆祝10亿人运量，结果呢，就发生了这个史上的第1起意外。对于波音来说，当然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因为其实呢，在几年前就有人出来爆料说787是偷工减料，不是梦幻客机，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风险。所以这一次的意外到底跟所谓的机械故障有没有关系？这也是另一个大家想要知道的真相。好，目前呢已经找到了一具黑盒子，一架飞机前面一个，后面一个，总共2个。现在找到了后面的这个黑盒子，前面的还在寻找。至于这一次发生意外，这个印度航空呢，说其实呢先前在当地的10大严重空难里面，印航也设有2宗。那今天呢又传出被炸弹威胁，到底是有没有任何可能的人为因素？好，这个也都必须要好好的来查明。那事件发生之后呢，美国川普这边他们也表示会尽全力来协助。好，毕竟波音公司来自美国，川普的讲法是我们已经跟印度讲好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快告诉我们。但是问题来了，如果说梦幻客机确定是意外而不是机械性故障的话，大家现在想知道的是其他的787有没有任何的疑虑。那对于美方这边呢，他们的运输部长讲说，现在看不出来有什么系统性的问题，所以还不需要停飞波音787，因为没有看到这些需要停飞的即时安全数据。
但这一摔对波音是个重创。好，因为737 MAX 的问题还没有完全的落幕解决，结果呢，现在又遇上了这个787梦幻科技的第一次空难，再加上财务问题，昨天呢让他们的股价盘前呢就直接掉了超过5%，而且呢，目前为止他们的财务困境其实好像也还没有完全的解决，6年了走不出亏损，再加上空难频发，现在的波音跟以前的波音已经完全不同。但是对于美国来说，这就是他们一个能够跟空巴相提并论，而且呢是世界上目前少数强硬的公司。好啦，所以川普就直接讲了，他认为啦，还是要适时的放宽波音的一些生产限制，但是安全不能松懈。好，另一个层面是什么？是波音它不是只有做民航机而已，它其实也有做军用机。那最新它获得了一个数百亿美元的合约呢，先前有很多人在意，因为呢，他现在说要帮忙川普政府来做6代机 F-47。川普先前呢在记者会上面夸口说，这个是有史以来最具杀伤力，而且呢是最先进的。还说实验版的飞机早就已经试飞将近5年之久了。但是到底这一次的意外是怎么发生的？那后续对于波音有什么样致命性的影响？回过头想要请教一下司令，您怎么样来看？好，昨天这起空难意外，其实大家看都不太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它其实非常平稳，但是好像完全的没有要往上抬升的看法。因为飞机失事有3个原因，第一个环境因素，第二个机械因素，第3个人为因素，要从这3个因素来探讨。那我们首先来看环境因素，我看那个起飞的天气的能见度还蛮好的，而且看它飞机的姿态，并没有下洗气流或者是乱流。你看它，不然有下洗气流或乱流，飞机整个机翼会晃动，晃得很严重。那环境因素，我认为是不是可以初步排除？然后，那它有没有吸鸟？因为吸鸟也是环境因素啊，吸到鸽子了。如果吸到鸽子的话，它后面会冒黑烟，因为你吃鸟了。你吃到鸽子，吃鸟了，吃鸟会冒黑烟。我看2个发动机没有冒黑烟啊，换句话说，吃鸟的可能性不高因为我们只要吃鸟，它后面就冒黑烟。因为吃鸟整个的压缩器叶片跟后面的涡轮叶片都会受损，那这个话就要冒黑烟了。那再来我们讲的人为因素，我认为人为因素可能性也不高，因为它的姿态一直保持得很好，它的姿态一直保持，它最后面要落地的时候，注意看，它有继续带住，它的飞机的弓角变大，它有继续带住，但是带不住了，因为没有速度。你看它的整个机头都拉起来，一带住，到最后那一刹那，它没有带住，它机头有拉住，关键说机长有在努力去完成。你看它机头一直在拉，弓角变大，最后那一刹那。然后这个再过6秒钟就是一团火，就是撞到建筑物了。那我们来看，它有在尽力，但是我在看它从后面看它的外形，它的起落架没有收上，但是襟翼收上了。我看它襟翼怎么没有襟翼没有放下来？我们也让起飞先收起落架，再收襟翼。那它为什么起落架没有收，但是襟翼收了？我一直怀疑这个事情，因为我们起飞一定有它的程序，所有的飞机，包含战机、包含运输机，一定先说轮子有上升率、有仰角，起落架收；有上升率，襟翼收。大家看到襟翼就是后面弯下去的，旁最远边的是副翼，它是控制飞机的翅膀，但是襟翼是在下面。注意看它怎么滑下来这样子，它随着速度上来的时候，它会收，它分好几段，因为它放在 auto 自动的位置。它怎么收了？我从后面看，你看整个弧线，因为有一张是比这个距离更近、更清楚。我看它襟翼是收的那起落架没有收啊。那这个原因是在什么地方？我认为要从这个角度来切入。它现在已经没有上升，你准备要开始下降，换句话说，发动机出问题了。这个阳春的波音787的整个空重是130公吨，它加满油加90公吨，因为它要飞到英国去，90公吨就变成220公吨。它上面载了240个人，每一个人是100公斤，因为你要行李，你体重，比如说你体重你80公斤，但是你带了20公斤的行李，还有上面还有餐点给你吃喝，都要算到个人上面，那就是每一个人算100公斤。那242个人就是24公吨，那24公吨加上200，刚才有所讲到220公吨，就是245公吨。它最大的载重量就是250公吨，你现在是245，所以我们飞机起飞的度最重，满油啊。人也坐满啊，你飞机越飞会越轻嘛，因为你油一直在消耗掉。
所以最重。那这个时候只要发动机出问题，没有办法维持上升率，爬升仰角，所以它没有爬升仰角。一起飞之后，大概离地这个高度不到100公尺，它就已经没办法爬升仰角，就开始向下，就开始下沉了。你注意看它的整个姿态，它现在是在上升当中，轮子并没有收，然后保持现在是最高的高度。好，从现在开始就准备要下降了。你看这个起飞时间才10秒钟，就准备要下降，维持不到了，发动机推力没有了，这是发动机推力。至于吸鸟的可能性，我认为不要完全排除，但是我认为不高，发动机没有冒黑烟啊，对不对？那就是发动机。那为什么2具发动机会同时推力不够？如果有一具发动机，另外一架发动机的马力推到最大，这是任何飞行员都知道了。我推力不够，另外一个好的绝对推到最大，他没有办法。那这个时候飞机只有向下下沉，因为飞机非常重，将近245公吨的重量，那就下去了。那飞行员为什么不转弯？不能转弯，你一转弯，升力马上更掉下来。一转弯，因为你有斜角了，你飞机的升力更差，那就掉下来。好，第二个，这时候轮子为什么不收？不能收。你一收的时候会造成空气扰动，下降的速度会更快，因为你在扰动啊。你要收轮子的时候在扰动，收好之后才可以啊，所以也不能收轮子。但是为什么他先把襟翼收起来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关键。所以我认为这个印度航空失事的机械因素比较大。但是我们看看，大家会问我说：“那大飞机安不安全？”我说安全，300万次才会有一次。那他现在是那3亿次就会有100人次，100人走掉，那他已经达到10亿了，那9亿就有300个人，那他现在走了240个人，按照几率来看，算是合理的，并没有好，也没有所谓的不好，因为只要大飞机，它的出事率就是300万分之1，这是大家所有民航局、国际民航统计的数据就是这个，大家都可以做参考。所以这个波音这个787。它的安全系数，我认为并没有显著的提高。好，不过这一次是因为是波音787第1次的失事意外，那之前被讲是梦幻客机，但也有很多人爆料说它在制作过程当中确实也有一些的问题。来请教赖老师，这个问题其实不小只是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嘛。我们在这个节目讨论的，它被爆料就是787，爆料的当事方就是爆料者本身。有不幸遇害一个说法是说他自杀，但是大家觉得不可能，他都已经是曝光了，而且要去作证了，而且作证的当天他还到了，怎么会到停车场去突然间自杀呢？大家都觉得死因不单纯嘛，这个都是客观的事实存在。那他爆料的机种是什么？就是787，而且他是一个最重要的品管员，因为他是品管部门的经理。他很早就发现，从换了领导层以后，以业务挂帅，以业绩挂帅，不再以机械工程挂帅。因为波音后来把整个领导层换了，他们只在乎他们的股价，只在乎他们的收益，但是不在乎他们的工程的管理等等。他们就已经开始发现有偷工减料的问题，而且他们当时在爆料的时候就是说，这些金属因为偷工减料品质不好，所以它很有可能一段时间以后就会有所谓的金属提早疲乏的问题，它会带来隐忧。那问题就来了，这一款飞机10年以后开始，如果这是第1架出问题，那如果开始有第2架呢？有第3架呢？那这个是人命关天的事情了。所以至少你美国的航空部门，你应该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一个飞机的同年生产出来的，至少是同年或者前后几年生产出来的这些飞机，已经卖到哪一些地方去，卖到哪一些航空公司，是不是都应该要先暂时叫他们停飞一下，要好好的先来检查一遍。这个是保护我们旅客的安全嘛，也保护你航空公司的一个营运跟信誉。如果你一个航空公司如果真的又掉1架的话，那你这个公司损失惨重人命损失更惨重所以我倒觉得说，不能够因为波音现在要惩治这个美国的第6代战机，只剩下它唯一一个战机嘛，那不能够因为它要惩治，所以呢，你为了保护它，你就罔顾我们的生命。我觉得这个是不可以用政治力来介入一个安全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另外，刚刚谈到了这个正驾驶是8000多小时的飞行，所以他是很有经验的。
然后又谈到2个这么大的发动机同时故障，如果是鸟击的话的可能性是较低。刚刚严婷也谈到说没有冒黑烟，2具都没有冒，那怎么2具都失去动力？那会不会是机械故障？机械故障还是2个因素嘛，一个就是当初爆料者会不会是在制造的过程中就已经有问题了？那第二个是不是在维修的时候，印度的这个航空公司在维修这个部分有问题？我倒觉得这个事情一定要查清楚。但是在没有查清楚之前，已经把外环境跟人为的故障假设都是暂时排除的话，那至少这一款飞机前后几年生产制造的，是不是先暂时停飞，好好的来检查，会不会对大家比较有保障？不然我们担心的都不太敢搭这种跨国的国际航空公司，我们只能搭空巴，这也不是一件好事情嘛。好，来请教一下吴老师。波音整个大企业它其实在结构上我觉得蛮大的问题了。我们刚才除了有吹哨者事件之外，波音过去的劳资纠纷、罢工也是层出不穷。最主要还是出在他们的一个对于基层劳工薪资的待遇、福利跟退休金方面。我觉得他们劳资双方的争议是很大。其实我们在美国都知道，这些所谓航空公司的老板都是赚得非常有钱的，底下的员工都是领基层薪水。举方给你听，2024年他们那时候的准备要卸任的执行长凯尔洪，他大概2023年全年的薪资是3300万美金，他一年赚10亿台币，一个维修飞机的机师比如说在南卡 Charleston 他那个厂的那个维修机师，他大概7到8万美金一年，还算可以。问题是，你付给他们这些员工才7到8万，一个老板赚10亿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的我们不管从空服员也好、地勤也好、到机师也好，他们对自己的所谓的福利不断在争取嘛。所以2008年他们就抗争嘛，就那一次就是大罢工嘛，罢工了57天嘛。然后呢，2024年也很有名的，也是罢工那这2次罢工其实都展现出一个他们对于比方说2028年罢工之后，劳方还是不断的压迫他们的薪资，也不涨或涨得很慢，还砍他们退休金这方方面面都是造成2024年罢工的一个非常重点的原因。还有一个是重点是2008年那一次罢工之后，波音很聪明，他就在南卡的 Charleston 的盖厂，他盖那厂就是来造这个787，所以现在的787主要都是在南卡 North Charleston 那边造的。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记得清楚的话，那时候南卡参议员叫 Lindsey Graham， 他来到了我们的台湾，拜访我们蔡英文总统。他说什么？直接英文讲说 Please buy more Boeing， 结果我们的翻译没有翻出来。他就是要我们去买他的787在北卡生产的787有很多种，最早的是787-8现在已经大概都到联航在使用了，但是印度航空这一场是787-8787-9，还有2017年推出来787-10，它有不断的这个所谓 Dreamliner 一直在推出来但是我们要看的是，在这过去比较老旧的飞机，它在维修、它在保养上面，甚至我们讲都是说 North Charleston 产出来的，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应该要买新的而且维修上面要特别注意，毕竟华航答应要买了嘛，好像买了30几台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那当然，我觉得刚才将军也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的这个几率概率，其实航空公司相对于安全，有人在比较车祸跟飞机的问题的时候，人家说车祸还比飞机多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保养跟整体的方面，我们还是注意到第一个就是波音它本身的整体架构，罢工事件层出不穷，劳资双方争议。好，其实呢，必要理解是发生了空难意外之后，大家最想知道就是到底事发真相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很多人他可能呢，有出国的需求，有洽公等等的旅游的需求，需要搭飞机。但是想理解的是，那所以现在呢，它到底安全不安全，就需要当局、需要专家给大家一个答案。先进广告。好，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哈。在今天呢，其实还有另一件事情，您必须要关注。国际间大家都在看，到底现在伊朗跟以色列之间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刚刚的最新讯息是，伊朗呢已经展开了报复特拉维夫。好，为什么？原因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以色列先发制人，下手为强。以色列呢现在是对伊朗的核设施还有飞弹基地发动了数十次的袭击。当时呢，德黑兰的国际机场马上停飞。这次的代号呢，他们取名为“崛起之
施，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目前伊朗已经有可以能够来做9颗核子弹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好，所以呢，内塔尼亚胡就直接讲了，本来呢这个核设施就是他们的目标之一。当地的目击者就直接讲了，说他们确实在由浓缩铀厂的附近呢，看到了有多起的爆炸意外。好，甚至呢，在伊斯兰的革命卫队的总部呢，说也遭到了攻击，狂冒火光。好，这一些呢，其实就是当时的一些画面。那伊朗的武装部队发言人呢，也直接的讲说，伊朗一定会严厉的回击。那甚至呢，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也就是以色列，还有的就是美国，因为他们认为美国不可能不知情。那现在呢，除了说以色列先袭击了对方，然后自己呢就讲说全国都进入了这个紧急状态之外，另一个层面呢，则是确实伊朗现在呢也已经先发动了袭击。那数小时之内呢，他们讲有可能会遇到大规模的袭击，而且是来自于东方。可是呢，这一次的行动，以色列讲法是说他们是有目标的打击，原因是因为他们要打谁？他们要打的呢是伊朗的武装部队的参谋长，以及有2名的核子科学家，说都在这一次的袭击当中完全的将他们给歼灭。而第一阶段完成之后呢，他们讲伊朗有可能在数天内呢制造15枚的核弹所以呢，他们现在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必须要赶紧予以回击。还说了这次的行动有可能会持续很多天，但是伊朗也说了，如果报复的话呢，有可能也针对美国来进行报复。Rubio 国务卿赶紧跳出来说，没有，我们真的完全不知道。但是他这个讲法完全被他的老板打脸。好，原因是因为川普呢稍早受访的时候才告诉媒体说，以色列有可能攻击伊朗的核子设施。那不就表示说他有知道相关的情势吗？但是呢，他们同时也表态不会介入参与这个攻击行动，希望以和平的外交手段来解决。好，媒体的爆料呢，则是 CBS 他们讲法是说，美方确实有被告知，以色列有告诉美方，他们准备好要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所以呢，才会美国叫他们在伊拉克的人赶紧撤，因为他们担心他们在伊拉克的基地会受到伊朗的袭击。这一些到底谁才是那个主动的角色？因为呢，现在最新的评论都认为，川普到底是不是被玩弄于股掌之间呐？也就是说呢，其实以色列应该是他的小弟啊，对不对？但现在呢，赶紧跳出来说我没有参与。但你认为伊朗会相信这种话吗？如果说呢，真的是如此的话，那未来，因为美国其实前一阵子才刚刚在谈这个伊核问题，那这个伊核谈判要如何再继续的谈下去呢？另外呢，川普他在国内则是面临了有可能在这个周末6月14号，这也是一个核弹级的示威抗议，原因是因为刚刚好要阅兵，他说国旗日撞他生日，所以不是他生日的时候阅兵，是刚刚好他生日那一天再阅兵。好，50个州串联不要国王的示威，50州50长抗议一个运动，叫50501运动，标题呢就写着腐败太严重了，不要皇冠，不要国王。那但是呢，现在对于美国来说，抗议遍地开花，很多人站出来是因为加州这一边的处理让大家觉得说呢太过了。目前有一个最新的法院这边的裁示了，法官裁示说呢，川普派兵加州是违宪的，所以在星期5的中午之前必须要加出国民兵的指挥权。而在现场呢，则也出现了说有一个民主党籍的参议员想要跟国土部的部长讲话，竟然被上铐。看看当时画面。I'm Senator Alex Padilla. I have questions for the Secretary because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a half a dozen violent criminals that you're rotating on your heads off. 好，基本上呢，他当时来到现场，他说他是要问国土安全部长问题。好，可是问题是他一靠近之后呢 ，FBA 就马上上前压制他，甚至还给他上铐。你必须要理解是，他是参议员，他是一个民代，但是呢，他并没有因此而就同意让他能够接近，甚至呢给他画面让他问话。洛杉矶的示威呢，现在美国政府甚至还出动了死神无人机在监控这一群示威者。其实呢，如果你住过加州，你大概就会知道了，每次只要有活动，
动的时候，你的天空上面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螺旋啊、盘旋等等的声音。那这个呢，是美国现在内部所遇到的一些状况，但是回过头要请教一下赖老师，原因是因为昨天晚上的这一次的袭击，其实又再次的让大家出其不意的攻击，但是以色列的讲法就是我迫在眉睫，他逼得我不得不。以色列当然有焦虑，他的焦虑是他觉得这个伊朗跟美国的这个核协议啊一直谈不出来，而伊朗的核浓缩铀的浓度越来越高了，然后数量也越来越多，所以他完成他制造这个核导弹弹头的时间也越来越缩短了，而他认为美国对于伊朗根本就是束手无策。那这个部分里面事实上是有争议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早在奥巴马总统时代，我们在强调奥巴马总统时代，那就是接近10年前，奥巴马当时要解决这个伊朗的核问题的时候，是这个动用了这个请中国大陆大量帮忙，所以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再加上一个德国，总共6个国家，然后就跟伊朗达成了一个6+1的核协议的谈判。当时伊朗是完全遵守把它多的浓缩铀就交给俄罗斯来去做保管，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其实始作俑者就是川普上台了以后，就把伊朗的核协议就把它撕毁了。这个川普上来以后把它撕毁之后，我们看到这个伊朗就觉得说，你这个美国你违反了我们的协议，而联合国的原能委员会确保伊朗是遵守协议的，而美国违反，伊朗遵守，结果伊朗却还被惩罚，也就是美国又开始制裁伊朗的时候，德国、英国、法国等这3个国家竟然害怕美国的胁迫，而追随美国，也对于伊朗实施制裁。只有中国大陆跟俄罗斯那么不为所动。那这样的情形就使伊朗觉得他被出卖，所以伊朗又恢复它的浓缩铀的提炼，一直演变到今天的时候，它的浓度越来越高了，数量越来越多了。对以色列来讲，它的压力越来越大，因为他觉得他如果一旦制造出来的话，那他永远就不可能，因为伊朗就已经像朝鲜一样拥有核武力去摧毁以色列，那以色列他对伊朗他就不敢再动手了。所以目前来讲，川普一直告诉以色列说我可以谈出来的，但是以色列认为你根本谈不出来，以色列先动手了。这一动手就显示出川普的无能，显示出川普没有影响力。但是问题就来了，对美国来讲，他不希望发生这个战争，因为这个战争一打，油价一定高涨。我们已经看到了金价高涨，油价高涨，油价一涨，联准会更有理由不降息了嘛？那川普的所有的目前的通货膨胀又失败了嘛？的控制又失败了。但是问题就在于川普的无能就从这个地方显现出来。不过我觉得以色列的这个动作他打了100个目标，200架战机，发射了333枚导弹，那目前我们看到主要针对第一个这个军事指挥官，对，第2个科学家，是第3个核设施，炼油厂也打。我觉得这么远程的奔袭，因为以色列跟伊朗最近的距离1000公里，那么首都跟首都之间1600公里，一定要经过空中加油，而且要穿越伊拉克或者是叙利亚，而竟然没有任何察觉，没有被拦截，这个而且还有经过空中加油。各位想想，这样的军事行动，200架战机，这个军事行动算是很成功的。好，必须要理解的是呢，以色列在刚刚呢也表示，伊朗已经发动对他们的袭击了，原因是因为100架的无人机就直接朝特拉维夫而去，那他们说他们会尽力的拦截。那伊朗的媒体呢，则是直接开枪说准备要终结以色列的政权。好，现在除了无人机之外呢，还有的是飞弹，说甚至还飞入了约旦等等。那附近的几个国家呢，则是领空已经都先完全的净空，飞机都绕道而行，因为大家都害怕可以扫点红台不会。来请教一下司令。这是以色列去炸伊朗的这些浓缩铀的提炼厂，还有它的地对地导弹的发射场，还有包括它的防空飞弹阵地防空战，还包括
它配内应的就是摩萨德，摩萨德是以色列的情报组织啊，实施暗杀活动，同时展开。换句话说，以色列对这一次的军事行动的计划非常的缜密，因为这是大兵力。首先，他挑这个，我们可以看上一次在炸那个伊拉克的核子反应炉是1981年6月7号派了8架的 F-16，然后派了6架的 F-15，实施8个大型这个巴比伦行动，把在伊拉克的核子反应炉炸毁。那这次是炸伊朗的，那刚好也是6月。因为为什么挑6月？6月天气很棒。你看他在炸，他选晚上。对。那现在大家如果注意到，现在是满月，就是月亮是圆的。是。那刚好是晴夜，晴夜的那种啊，为什么选晚上？因为逆中战机，逆中战机可以躲雷达，但是你没办法躲目视，但是他都用远距遥攻武器，不要忘了，所以他连一丝丝的情报的泄露他都不可以。那又派了空中预警机，又派了空中加油机，美国又提供了低轨卫星，因为一定要低轨卫星。上一次的巴比伦行动炸伊拉克的，那个时候人造卫星没有不成熟，他派2架 F-15B 做中继，因为你要空中做无线电的勾连，然后再传到这一个，再传到这个以色列总部。那现在不用了，直接用低轨卫星。低轨谁提供？美国的可能性高，所以川普绝对知道，川普有讲啊，大家赶快疏散，赶快该离开那个地方，很危险。他没有讲以色列会行动，他只讲很危险，就知道意思了。这已经让以色列已经跟川普打过招呼了，你该走的人走，我已经打过招呼，他开始要行动了。所以美国也提供了协助，是人造卫星的协助，人造卫星协助定位，人造卫星协助中继，你的通信一定要中继，那靠低轨人造卫星就可以把这个全部都cover， 就是全部都可以掩盖，是这个样。那这是我认为这以色列经过相当多的演练，不是说一下就达成，因为来回就要飞3000公里，还有执行任务，用发射远距的飞弹去打。是。那现在的话来看，以色列这方面的战果是我们知道跟上次一样。那上一次的话是全部都回去了，都没有任何飞机的受损。他把所有副油枪通通丢在哪里？通通丢在沙烏地阿拉伯，现在叫沙特。因为油箱用完了，在空中架把它丢掉。为什么？因为进入攻击的时候啊，空气阻力要越小，飞机要越灵活。你不要带着2个大油箱在那边做空战动作，那个会笨笨的，因为空气阻力很大，是这个样。这个以色列在这一方面的事前的演练，我相信伊朗也有掌握，不然伊朗的那情报官员可以枪毙了，也有掌握，就是说他也在演练这些。那这个一定要演练，不演练就实施这个实施这个特别的攻击这个伊朗的核设施，那可能会有一些我们讲到的脱困，就是说会有些挫折，会没有那么完美完整。换句话说，伊朗也有掌握到以色列的行动，所以伊朗立刻就实施报复，因为他掌握你既然过来，我就过去，所以立刻这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是，来请教一下吴老师。这一次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冲突呢，在过去2024年它也有一次了，有2次，基本上2024年4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因为以色列轰炸伊朗驻大马士革大使馆，是，然后伊朗就发动了所谓真实承诺行动了，然后也是无人机啊，然后巡弋飞弹要轰炸以色列，当然也被拦截。然后在2024年的10月哈，因为这个哈尼亚被暗杀，就是我们哈马斯的这个领导人在伊朗境内被暗杀，那他们就伊朗再发动一次哈，那当然这一次我觉得是前2次冲突的继续升级，所以代表说接下来的所谓的代理人战争会不会变成2个伊朗跟以色列的真实战争哈？我们要非常的仔细。最主要的一个大的原因是我还是觉得川普在这个地方扮演的角色跟他的势力越来越在退缩不但以色列已经不太鸟川普了，再来就是他在这个伊核问题上面扮演的角色太差了，所以我们在讲这个美国在所谓中东的区域霸权或者讲区域的影响力，甚至我们讲的那种 hegemonic stability 区域的稳定性逐渐在退缩的时候，那地缘冲突会不断的开始升高。那这个他的外交上面，我觉得川普现在捉襟见肘，非常麻烦。他境内更麻烦，他在所谓的 LA Westlake 那边 Home Depot 在抓那些那个墨西哥人。在 Paramount， 我们知道 Paramount 那个地方，它是一个墨西哥城，小墨西哥区啊，7成的人是拉丁裔，而且里面呢，基本上3成的都是所谓的外移民，他3成是
非美国生的，所以在 Paramount 派拉蒙那个地方，过去一直来讲，它的人口在降低，它中位数的薪资才$36,000，所以 LA 有一些地方其实是相对危险跟比较不那么先进，而且贫穷的地方刚好就是那个地方是拉丁人啊，拉丁裔的，川普就找那边下手，就造成这一次我们觉得这次这个驱逐非法移民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那当然他去 Home Depot 那个卖家具店去抓那些非法移工，他去那个 Apparel 那个 MBS Apparel 快时尚服装店去抓那移工，他当然知道那些移工都躲在那里啊，对不对？所以那个 ICE 的人去那边抓，然后呢，这个路上的所谓这个，我觉得那些有一些武装的暴民在丢石头，这个东西我觉得让川普的内政也是非常的两头烧，所以这个所谓外交内政两头烧，我觉得川普的民调能高起来真的是奇迹。毕竟呢都是核弹式的攻击。来，我们其实呢在这个周末也必须要持续的关注国际新闻，因为6月14号他生日那一天要大阅兵，但是呢全美国50州50场抗议，其实应该不止了啦，上千场抗议，会不会在美国造成另一个波动？这是很多人在意的事情。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说。好，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呢，现在如果打开 YouTube， 你会发现这个热门发烧影片前面还是有他馆长来。台湾的网红馆长很感叹啊，什么？他说：“我带着骄傲的心来上海，结果一路被震撼。”到底他怎么讲的？来听听他原话。我带着骄傲的心来到上海，但是其实我自己都被 shock 到。你去看看人家的桥，人家的路。人家的快速道路，人家的平面道路，人家的高楼大厦，人家的百货公司，我就觉得 shock， 哇，感觉好辣啊！我这个是红，哇，哇。好，一直哇哇哇，有没有？其实大部分去过上海的人都有吃过小龙虾吧，对不对？为什么他会讲哇哇哇？很多人讲说你也太假了吧。网红啊，他其实本来馆长就是一个情绪比较满的人嘛。那现在呢，其实不是他情绪很满，你知道吗？就连对岸央视主播情绪也很满啊，说哎呦，直播人气爆棚啊，热度持续飙升啊。好，但问题来了，这一趟旅程呢，其实我们发现了，不是只有呢台湾这一边，对岸的朋友呢有在关心他，还有谁？还有三立啊，三立最近呢也是好多馆长的新闻哦。馆长就直接讲啦，说他觉得现在呢，他去上海玩是造假之旅，因为他说太过于被抹黑了吧？你们说我什么都是假的，所以他去到那边他就说：“哎呦，这个路好平哦，是刚刚才铺好的吗？”他讲啦，其实他是想要让台湾大陆朋友见识一下台湾假新闻、假消息的威力，但他也想要知道的是，在台湾当个政治网红有没有这么不容易啊？他全程直播还会这样被讲。其实现在是不是只要真的是讲到跟对岸有关的，大家都会觉得说，不好，或者抗中保台之下都不行？那你知道吗？拉布布原汁原味。对岸原创的商品，现在新的盲盒系列呢，说要开抽选发售的，今天下午呢还要报名，然后呢你就可以买到这个炸虾饭团串烧款的拉布布，非常的火红，甚至也有人在讲它火红到什么程度。一个对比啦，我个人很喜欢的三丽鸥 Hello Kitty 它计划呢是10年内达到5兆日元，结果呢泡泡玛特它是4年半就突破了5兆日元的目标，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现在这个原创力这么样的强。那确实很多人会喜欢他的原因，那也会造成有很多的仿品，因为呢在目前甚至浙江这边还有高校增加了鉴定课，而他的创办人则直接的讲说他是怎么样成功的。来听他当时怎么说。我们开店都是在最好的商场，都是给了我们最好的位置的。这些商场不是你有钱就可以开进去了。比如说我们开在 LV 的旁边，是需要通过商场和 LV 的双重认证，他认为你的产品、服务和店铺的状态是可以配得上跟他做邻居的。这是我们用了5年多的时间，因为零售业那么繁琐的 SOP， 我们积累下来的门槛。第二就是说，这些 IP， 如果你真正了解潮流玩具，这些人是稀缺资源。中国你签的全是独家是吧？对，而且是独家生产。
好，讲到稀缺资源，不是只有泡泡玛特而已，还有什么？还有稀土。来，大陆现在传说留一手了。虽然说呢，可能会放宽给美国的稀土，但是呢是6个月，也就是半年为限。那就是要看看之后怎么谈嘛。所以有个讲法就是，他是不是真的已经开始扭转局面？因为他手上还有扎扎实实的筹码呢。那目前呢，基本上中方讲了自己是言必行，行必果的，所以呢，美方不用太担心。但是问题是，你做不做得到你的言必行，行必果呢？那大部分的西方公司的讲法是，只要买得到哈，叫我干什么都可以啦，因为我现在没有那个，我真的没有办法生产，我就是做不下去。目前的这场伦敦谈判呢，看起来北京做了勒索式的让步吗？好，稀土的供应链呢，现在暂时的解封，但是为什么川普他只换到短期饭票？当然，最主要原因就是还要看看你后续到底是怎么做。如果大家呢都能够照着规矩来，那当然就比较有长期合作的可能性。回过头请教一下赖老师，怎么样来看？好，这个是陈之汉馆长去到那边说，本来很骄傲的去，但是一路被震撼。这个最主要他会在台湾引起这么多的关注啊。我个人认为说是因为反差很大，他过去很深绿嘛，那么上他节目的大部分就是蔡英文啊等等的民进党的那些高官啊，那么每个人都去上他的节目，相互拉蹭的情境下，他红了。然后民进党的那些高官或者是那些候选人也都很多人都当选了，相互拉抬。结果由于他后来支持这个柯文哲，然后民进党开始就对他进行攻击了啊，就是从好朋友、盟友，然后到他支持柯文哲就反目成仇。那他这次要去大陆的时候，当绿营的媒体发动所有的系列想把他抹红。然后想把他进行攻击的时候，反而把流量一直推高了，因为每天报道、每天讨论他、每天骂他，然后这个人也很耐骂嘛，而且他也很敢跟你对骂嘛。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这个流量就越来越高，因为大家好奇去看一看，好奇心很重要。本来，例如说他去日本的时候，你看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就流量也拉不起来。可是因为过去他是反中的。然后他是完全相信民进党的那一套，然后认为中国大陆不可能发展那么好，一切都不可能，然后都认为说，哎呀，我们主张两岸和平的人都在为大陆说话。结果他这次去的时候，那你可以他自己也看到了嘛，因为这才是客观的事实，这个才是中国，而不是民进党的宣传媒体中告诉你的中国。那这个时候反差很大的时候，流量就一直上来。那对大陆人来说的话，也是一件好事情啊，就是让更多的台湾的绿营的底层的民众认识，这才是大陆，这才是大陆，他们才发觉到说，原来我们台湾这么落后啊！相对大陆来讲，我们落后成这个样子，我们台北跟大陆的一线城市比不上了，连2线城市都比不上了。那我们开始要进入2线到3线城市之类的，台北变成大陆的2、3线城市，这个对于很多台湾人来讲的话，他觉得感情受伤了。原来我们这么落后，原来大陆发展的速度这么的快，我们都被骗了。被谁骗？被民进党跟民进党所能够影响的那些绿营媒体骗了10几20年。那我们想也是透过TVBS 也要告诉我们的这些绿营的媒体朋友们，你们自己本身是媒体工作者，不要再去骗人了。请教一下吴老师。馆长这一次带起的风潮相当大，其实他有几个原因。其实刚才赖老师提到的，他除了他的这个背景之外，其实我们知道台湾有很多网红，其实在过去也做了类似的事情。对，周明轩，更早期 F 四那个刘乐言，他们都在讲某些东西的时候，坦白讲，造成的风潮一定在年轻族群有一定的风潮，但是影响层面没那么大。因为馆长他本身除了跟这个民进党的关系不错，跟黄国昌关系不错，他带起了这个所谓反民进党的势力不错之外，他也更够亲民啊。所以这为什么这一次馆长一去，所有的这个所谓的侧翼跟这个铺天盖地要攻击他。举个例，比方说他路上就有一个人说，问他说，我们这边有中国有8大政党，对不对？然后这边的人就说，你确定那个8大政党可以执政吗？就开始讲类似的东西，开始铺天盖地，甚至说馆长你干脆就住在那里算了。所以其实馆长除了他的够亲民，他的粉丝够多，声量够大之外，因为他本身有所谓政治
相对于工作者的身份，所以它的效益比钟明轩跟刘乐言，甚至我们讲黄安的效力更大啊。这也是为什么民进党很怕他，所以要铺天盖地要想要把他抹黑。但是我觉得他做了一个，就是他够亲民。这一次的行程是完全是我们讲非常在地化，从食衣住行，然后解释给你听说那边不是吃这个只能吃泡面哈，泡面还不能加榨菜。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媒体报道跟所谓的声量还是要公正公平啦。那这个稀土哈，我觉得我们一直讲稀土真的非常重要，尤其中国现在掌握了60%到70%的稀土的蕴藏量，而且90%的所谓加工。那我觉得这一次川普跟习近平的对谈里面，除了台湾问题是一个不可碰的红线啦，因为我们也知道。你要跟中国大陆谈这个生意的话，就事论事，政治跟经济不能拆开谈，所以他一定把台湾放在这边。那川普要什么？他要稀土啊，他没有稀土的话，对他的整体的晶片、高科技，甚至我们讲军工发展都是非常的麻烦。所以这次谈判里面，稀土扮演一个非常重大的角色。那当然，这个美国说，中国想要晶片换稀土了，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说，2023年、2022年呢，拜登时期用各种方法卡中国的晶片嘛。除了不准这个 NVIDIA 卖这个高阶晶片，连降规晶片都不能卖，连所谓的 AI 科技都不能到中国去投资。那当然，美方这样讲，他其来有自啦。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双方谈下来，可以发现中国的这个战略忍耐还是有一定的程度，而且他们对于这个川普的个性也掌握蛮了解的。其实呢，就馆长他去对岸，当然他有他的一些观察嘛，但是呢，台湾有台湾的好，那对岸有对岸他们厉害的地方，就其实各有各的好，不太需要说特别去贬义谁。但是呢，来请教一下司令，原因是因为呢，这次会引发这么多的讨论，当然最多的就是馆长他表情比较激动一点点，然后本来就是一个激动、容易情绪激动的人之外，也是其实让大家看到的是大家到底怎么样来看待两岸之间的差距。因为馆长说他带着骄傲的心来到上海，结果一路被震撼到，那他是长骄傲的心，但是骄傲的心变成到青鸟来看的话，可能变成破碎的心，因为这些青鸟一看到馆长他们以前的偶像，他们所崇拜的网红，变成说了一个大白话。那他们这些青鸟，他可能辗转床侧，彻夜难眠了。为什么？因为馆长说了大白话，说了实话。所以我认为在这一方面呢，应该是让馆长去跑一趟，百闻不如一见。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子，现场做解释，现场这边做说明，变成这样。那我们台湾以前是台湾的骄傲，国民所得很高，非常自由，非常繁荣，非常富庶。但是经过民进党这些年的这些只会搞斗争内斗，毫没有任何的绩效来看，你台湾现在真的是退步了。以前是遥遥领先，中国大陆参差其后，都在那边看着车尾灯。那现在中国大陆一直在搞建设，台湾民进党一直搞斗争。现在在全心全意、翻天覆地、穷尽洪荒之力搞大罢免，就是这样。你看台湾怎么进步？他应该去好好搞这些无人机，搞这些 AI 人工智慧，搞这些，把这国民党以前所建立的基础继续发扬光大，结果没有，通通在那边吃老本。所以台湾以前的尊严，台湾以前的骄傲，慢慢变成台湾的自卑。你说这怎么办？那民进党，我认为民进党不要在这个做三大政策，不要再愚民，因为这个民进党的愚民政策，让大家做好。大陆好的都不要讲，大陆好的都不要说，变成愚民政策。第二个，民进党很喜欢搞洗脑，课纲洗脑完毕之后，媒体洗脑完毕之后，网军洗脑，每一个人都被洗3次脑。年轻人都这样的，从课纲洗脑被扭曲的历史，到这个我们所讲的，一直到媒体洗脑，你看90%都是媒体在那边洗脑。